皮城隐藏刀手，平民4星罗刹，黄泉真理都爱的奶爸加拉赫终于来了，而且出道即自选，人人能白嫖，所以周年活动的4选4星，大家都选了谁呢？那么本期视频就要为大家深入解析一下加拉赫，并解答一些机制与强度的问题。投币10经验，转发5经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3点专注武教，后续能第一时间获取星穹铁道最强攻略。加拉赫星铁守卫火系丰饶角色，也是目前守卫能从击破属性中获得额外奶量收益的生存短。通俗来讲，就是所谓的击破奶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奶妈，它的治疗手段主要集中在大招提供的名顶标记上面。我方角色只要东击附带标记的任意目标，就能触发大额的单体回复。这种方式比起治疗队友，更像是在赋予他们额外的吸血能力。同时，加拉赫大招强化普通所具备的减役能力，不仅能为新时代的人权主系黄泉提供充能，在以真理为核心的追击队中也有一定的出场机会。再加上这和某端能同团的插队奶和持续治疗能力，这下真要成皮尤汤里小罗刹了。话说你们男奶妈不会都是隐藏的幕后黑手吧？要搞明白加拉赫的使用手法，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它的核心机制天赋名顶标记。名顶标记总共有2层效果。首先，我方角色击破附带标记的目标时，造成的击破伤害将会额外提升，一定程度上利好机制学这样的击破吸。同时，我方每次东击附带标记的目标时，都会触发一次笃定的生命回复。这个效果和罗刹结界比较类似，但只对单体生效，没有罗刹结界那样优秀的群体治疗效果。如果你的配对中有权益花火或者大压，那对他们而言，这个天赋几乎就等于摆设。不过与之相对的是，如果角色释放群体东击命中有多的标记，那每个目标都会提供一次独立的生命回复。在面对复数敌人时，对某位群伤主系的治疗量可以说非常可观。至于这位群伤主系是谁，就请大家打在屏幕上吧。而加拉赫想要给敌人挂上名顶标记，唯一的手段就是他的大招香槟礼仪。当加拉赫开启大招时，会先给敌方全体挂上持续2回合的名顶标记，然后再化身金刚狼，造成一次倍率较低的附属性群体伤害。注意这个顺序是先挂标记，再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加拉赫太大本身就会给自己提供一次治疗，并且加拉赫的标记虽然是负面效果，但和寒鸦的承负一样，可以跨阶段生效，也不需要堆效果命中。而当加拉赫太大后，他的下一次普通会获得强化效果，不仅削刃值和火伤倍率会获得大幅提升，同时还能降低目标敌人2回合的攻击力。而在解锁大型技尽情单背后，加拉赫的强化普通如果攻击了多上名顶的敌人，还可以使我方全体获得等量的治疗效果。而加拉赫的另一个大型技天然教母，则可以在太大后立刻获得一次100%的拉摇效果。所以结合这样的行技，加拉赫的大招正适合在我方有人残血时进行插队释放，直接打出大招接强化普通的连招，瞬间抬起全队血量。只能说不愧是风少大叔人设，连回头血都要等你秀一波丝滑连招。相比联动性极强的大招加天赋，加拉赫的战技就是比较朴素的单体治疗了。和天赋一样，加拉赫的战技只能为单体敌人回复笃定血量，且只能吃到治疗加成的收益。不过加拉赫在解锁大型技崭新配方后，通过堆击破特东就能获取大额的治疗加成。而在加拉赫击破属性毕业且带治疗1的情况下，一发战技大概能回复2300点以上的血量，作为4星奶还是相对不错的。值得注意的是，加拉赫本身超高的治疗加成，在面对萨姆时能很好的抵消他的减疗领域，不至于像其他4星奶那样被降低太多的奶量。而在解锁2魂后，加拉赫的战技还会附带一次额外的净化效果，并大幅提升后续的效果抵抗，不仅让加拉赫变得更像罗刹，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生存功能性上的短板。但换句话讲，没有到2魂的加拉赫，从范围性角度来看，很难能平替罗刹。而加拉赫的秘技也和罗刹大体相似，在释放秘技后，加拉赫会立即攻击敌人，并在进入战斗后使敌方全体受到一次火属性伤害加削刃效果，同时陷入2回合名顶状态，相当于太极白嫖一次没有拉条的大招。这秘技在部分场合可以确保加拉赫在退出第1波大招前，我方不会出现严重的掉血或者减员，但缺点也比较明显，那就是作为一个生存位的秘技，却是一个胎段战斗的定位。相信在黄泉队里，应该不会有人用黄泉以外的角色胎段吧。目前来看，加拉赫的奶量主要集中在天赋的标记上面，战技只在危急场合使用，而大招和强化普通则用来生成和触发标记，同时打出一定量的削刃，本身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加减上，天赋大于战技大于普通等于终结技。虽然加拉赫有不俗的击破特种加成，但作为奶妈，还是建议优先选择可以提供治疗量的装锥仪器。目前的4星东西中，首选软叶不会漫长，普通后的全队回血能最大化加拉赫的常态治疗能力。接着是抵抗特化装锥池恰好，由于加拉赫1魂的50%效果抵抗是直接计算在面板之上，
可以完美吃到磁恰好的抵抗转治疗收益。但如果你没有一命加拉赫，则正建议携带 2.0 星端锥合物为真。大鹅的基波特种属性不仅能极大减轻加拉赫的磁疗毕业压力，而且是商店兑换可以轻松满叠影。至于2的充能端锥等价交换和术后兑换，在确保治疗量充足的情况下，可以给加拉赫携带，但要注意黄泉是吃不到等价交换的充能效果。然后是仪器方面，目前并没有特别适合加拉赫的外圈摄像套效果。要闪到的话，2激破和2治疗、2速度根据磁疗进行搭配即可。内圈则首选龙骨套，除了能让主膝吃到一定的爆伤针以外，也能让加拉赫更顺利的堆到摆烫。其次则建议带能提供大额击破特动的道杰东铎，大幅补充面板击破。所以你会给加拉赫带哪套仪器呢？主磁疗推荐治疗1生命或黄衣球，充能绳速度鞋。副磁疗推荐速度大于击破特动，大于效抵抗。虽然明面上看最适合加拉赫发挥的似乎是当需负面减益的黄泉队和追击队，不过黄泉队的生存会有宇宙市场这拦路虎存在，加拉赫目前的优先级相对没那么高。至于以真理托帕为核心的追击队，由于这两都是单体伤害，也无法彻底吃满加拉赫的治疗。但对于没有宇宙市场和1+1托帕的玩家来说，加拉赫依然是第一梯度的生存选择。而加拉赫另一个合适的档位则是群伤拉满的斗友队，在主膝弱点匹配的情况下，相比罗刹可以带来8%左右的伤害量提升。此外，在火弱点较多的虚斗叙事中，加拉赫也可以搭配机制道尔击破，快速出伤。当然，加拉赫在击破队里也有一定的就业环境，但总体而言，相比雪衣这更适合走纯色路线的量子角色，加拉赫还是更适合未来可能会出的5星击破系。所以他觉得这的5星击破系会是谁呢？最后是新闻方面，加拉赫的核心新闻是1、2、4魂，6魂需要等待击破体系的逐步完善，目前属于未来可期。所以大家都已经超了几魂了呢？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